阳光正好，她去闺蜜家借书，刚推开门，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男人迎面走来。干净的五官，挺拔的身姿，还有那一抹不经意间的温柔笑意，瞬间撼动了她的心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她闺蜜的小叔季寒川，一家知名企业的年轻 CEO， 比她年长15岁。从那一眼起，她的世界开始倾斜。她不知道这份心动是否合理，但那一刻，她的心跳已无法控制。禁忌的情愫就像春日的藤蔓，悄无声息地蔓延心间。他不爱说话，却总在细节中照顾她。他熬夜赶论文，他默默送来一杯温牛奶。他面试紧张，他替他修改简历，一字一句不厌其烦。他的温柔像春风，润物无声。他努力克制自己，可感情就像洪水，越压越泛滥。他不敢表白，怕被拒绝，怕失去他。但每次和他对视，他都忍不住脸红心跳，恨不得时间停在那一刻。季寒川不是没有察觉，他那么聪明，怎会看不出他的眼神里藏着炙热？可他从不点破，只保持那种刚刚好的距离。他给他温暖，却不越界；他关心他，却不亲近。那是一种残忍的温柔。他痛苦的沉沦，而他像岸边的灯塔，照亮他，却从不让他靠近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动情，否则就是一场灾难。生日那天，他喝了酒，迷迷糊糊地打电话给他。他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坐在路边，哭成了泪人。你能不能别再这么对我好了？他哽咽道，我快要撑不住了。他沉默良久，蹲下替他擦泪。那一刻，压抑已久的情感终于失控。他没说话，只是轻轻地抱住了他。那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靠近，也是他们注定无法回头的开始。闺蜜察觉了她的不同，开始怀疑她和季寒川的关系。她的家人也反对她和一个比父亲还成熟的男人交往。社会的目光，亲情的束缚，让她几近崩溃。而她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身为 CEO， 她的每一步都在聚光灯下。和她的关系一旦曝光，不仅公司会受影响，她自己也可能跌入舆论深渊。他们相爱，却不能光明正大；他们靠近，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爱成了一种奢侈的负担。那天夜晚，城市灯火阑珊，空气中夹杂着初夏的湿热。他如往常般等在他办公室楼下，手中还拎着亲手做的便当。他出现时，脸上的疲惫不似以往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然后低声说了句：“我们不要再见了。”他怔住了，几秒后才反应过来，笑着问：“开玩笑的吧？”可他却神情沉静，眼神里藏着刀锋：“你还年轻，我不该耽误你。”那一刻，仿佛世界崩塌。他的爱在他嘴里变成了耽误，他的付出在他眼里变成了放手。他想哭，却强忍泪水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你不爱我了吗？”他转身离去，没给他答案。事实上，他并非不爱，而是太爱。他知道自己无法给他一个没有风雨的未来。他害怕他会因为这段感情被千夫所指，害怕他在未来某天后悔爱上他这个叔叔。他的放手是出于自卑、恐惧，还有深深的爱。但他不懂，他只觉得他是亲手将他从天堂推下地狱。他在雨里站了很久，心如死灰。而他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抽了一夜的烟，沉默到天明。2年未见，命运却将他毫无预兆地拉回了他身边。他站在会议室门口，目光直直地对上那张熟悉却更加深邃的脸。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沉稳、克制，可眼神深处却闪过一丝惊讶与慌乱，那是他刻意掩藏的心动再次被撕开。他强装淡定：“季总，好久不见。”他微笑：“你变得更成熟了。”这场重逢对他而言既是惊喜也是折磨。原本以为已经放下，现实却狠狠提醒他，他依然在他心中占据着无法替代的位置。每一次眼神交汇，都像是过去那段被藏进心底的爱情在慢慢苏醒。而他呢？表面冷静，内心早已波澜。他在自问，当初的放手是否真的对他更好？
为何他如今的眼神中不再闪躲，反而多了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坚定？他们不再是曾经的彼此，时间洗练了他的志气，也削弱了他的自控力。再次相见，命运仿佛并不是为了让他们继续错过，而是让他们勇敢面对那段未尽的爱情。这次，他决定不再沉默，也不再逃避。过去的他习惯把情感藏在心里，如今的他却选择主动出击。他开始用成熟、自信和坚定，一步步走进他的世界。他不再羞涩，而是从容地与他共事，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不知不觉中，他成了他工作上最可靠的搭档。他逐渐发现，她不仅是那个曾爱他的小女生，如今更是一个有梦想、有能力、有担当的女人。他不再等他靠近，而是创造机会让他们独处。公司聚餐时，他悄悄坐在他身旁，点的菜刚好是他喜欢的。项目总结时，他投来的赞许目光和认真分析都让他心动不已。他被他的魅力吸引，被他的勇气撼动，开始不自觉地关注他，欣赏他，依赖他。终于在某个深夜加班结束后，他轻声问他：“你有没有后悔放手？”他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喉咙一紧：“后悔，从第一天开始。”他微笑，眼里含泪：“那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你走。”他轻轻点头。他的主动成了压垮他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们终于拥抱彼此，不再犹豫。真正的爱情不只是甜言蜜语和怦然心动，而是在现实的缝隙中坚持彼此。他们的爱情像一条逆流而上的船，只要放弃就会被冲散。季寒川终于决定为他抵挡所有风雨。他公开了他们的关系，顶着媒体的质疑和公司高层的质问，坚定地牵着他的手出现在发布会现场。他说：“我爱的人，是我愿意为他背负一切的人。”她也不再是那个胆怯的小女孩。她开始认真经营自己的人生，在专业领域展现才华，努力成为配得上她的女人。他们并肩前行，不再躲避，不再逃避。爱情是选择，是责任，也是勇气。他们的每一步都踏在荆棘之上，却依然笑着前行。不是因为世界温柔，而是他们愿意为彼此撑起温柔的世界。有人说，年龄差、社会地位、身份背景都是爱情的天敌，但在他和她之间，这些都成了爱的催化剂。几年后，他成为一名金牌制作人，而他早已将 CEO 的职务交给副手，成立了一家慈善基金会。他们共同出席晚宴，媒体不再质疑，反而羡慕他们的坚定与深情。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誓，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爱一个人就要勇敢到底。他们依然会为小事争吵，也会因为压力而沉默。但每一次争执之后，他们都会牵起彼此的手，一起看日落，看星光，看岁月如何温柔地走过他们的人生。这是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故事，却有一个温暖而坚定的结局。或许这就是爱情真正的模样，不完美，却值得我们拼尽全力去追寻。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段禁忌之恋，更是关于成长、勇气与选择。当感情遭遇现实的风浪，我们该如何坚持初心，如何成全彼此，这才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问题。